有请薛凯琪。老师们，你们好，我是薛凯琪。我本身读书的时候是读装置艺术，所以我就弄了2个，就是这个 collage 给你们看。那边是讲我作为一个演员的人生。我第一部演的电视剧《雪景雄心》，还有一个就是导演你的电视剧《新不了情》。然后这边就是我本人。我读书的时候，我很爱画画。以前画画是给我去发泄我的情绪的，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抑郁症了嘛。然后抑郁症对于观众来讲，我可能就消失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短暂的时间让我得到了更多。现在我看人生就是面上不好的东西得会有它的好处所以我现在就变坚强。谁说你是香港最后一个小女啊？最后一个少女，香港的少女死掉了吧？全部死掉了，只剩下你一个。粉丝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现在我感觉你还是少女。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不知你，我今天看到41岁不可能，我以为你30岁。对，凯琪的外形很好，她很显小，这是演员的其中一个优点。我想问个问题啊，凯琪啊，那你今天真的，我跟你都熟，我们摊开来问啊，不做作，也不拐弯了，你今天来这里干嘛？想要什么？我真心就是我好像是40还是41生日了嘛的时候，我参加过就是有一个就是也是唱跳的比赛，然后我就发现，就算你多老都好，或者多年轻都好，就是人去强迫你的时候，原来你可以唱跳一些你以为你不可以的。我来这儿的时候，除了就是我有很多 TVB 的剧我喜欢，但我觉得我想要尝试一些可能公司也没得考虑，我也没得考虑，然后就演去了，然后就对。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其实我在38岁那时候突然没戏拍，我在怀疑我自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藏在家里，我也跟你一样有忧郁症。我整整5年，对，5年没办法出门口。可是有一次，真的我做了错事，我自杀了。我家人踢我房门，把我救了，不敢送医院，怕那个新闻出去。当我救了起来，我第一眼睁开的时候，我看到我妈整个脸肿了，哭得肿了是吧？哭得肿了，整个脸肿了，我妹也肿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有病，而不是因为社会淘汰我，是我淘汰社会。我那时候整整用了3年，我读书，我整理自己，我让自己有神采，我再重新敲门。从来不做的事情，我去敲门，有没有啊？有没有戏给我啊？几天也好。后来挺尴尬的，41的时候当街不行，当妈不行。我相信你现在也是有这个尴尬期。没有啊。我感觉他没有。其实我替你紧张，我就觉得那么勤快，条件那么好，可是在41还让人家觉得你是小女孩，其实这是一个门槛，卡死你。我只是想提一个意，就是说我不想看到你，往后一直每一年加进去的时候，你还是保持着这样，然后给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快看谢谢红姐啦！
哎，你真的你不断打岔，我真的我知道我是很挺爱他的，在台上所有的演员今天跑到这里，我真的，真的，我知道，我真的想他们好。对。因为今天其实我昨天我都跟气总主说，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心里话，我看着你很像我以前，我不想你再浪费你的时间，我知道是可以的，因为我都可以，你一定是可以的，你懂吗？可是你现在是一直像我以前，就往着一个方向走。如果你不变，51岁你不变，61岁你不变，你就完了，你没时间了，你知道吗？Fiona 在我心中，她不会死的。我没有说她死。她不会，哎，我意思她不会自杀的。她怎么会死？不是，我意思是我很差，是吗？不是，是你说我很差吗？不是，不要吵架，唔好嗌交，唔好嗌交。不是，没有，不是我，哎，你误会了，哎。喂，哎，其实我不是发脾气，真的是有感而发而已。为什么我要这样？可能是一时的感触吧，觉得他真像我当年，我不想他就找不到门路，你找到门口迷路了。我当年也是，因为某些情绪吧，总归女人就情绪化吧，尤其是我。那我都马上出到棚外面，我就告诉自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要冷静，然后我再回来。Sorry， 唔好意思，繼續，唔好意思。No，sorry， 嚟 ，go 啊，唔好意思。OK， 嚟過，來。惠英红老师，他对我很上心，因为你都已经入行18年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跟你说？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么讲，是否适合我都会觉得那一刻会有点就是 surprise， 他会有那么多的想法，那么多的情感，那我是非常感动。Fiona， 其实你跟我们讲，你说你从来没有尝试着去装嫩还是装年轻。我觉得作为女演员啊，你跟我都一样，我们都会经过一个年龄，就是很尴尬。你觉得我们作为演员在内地有什么竞争的能力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题目探讨的太好了，因为我就是有跟我的朋友聊过，要是我要演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妈妈，不是年轻的妈妈，比如说我已经生了可能5、6个孩子，然后最大的那个是30，我说别着急，因为我现在就是很相信，就是上天有他资格的安排。你觉得我真的能53岁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吗？这不可能啊！那53岁还能找你演什么了？你40岁，那就演一个妈妈，因为我们现在纠结的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卡呀，因为娃娃脸是很惨的，都卡在那个年龄。你看松隆子跳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些人关心你，就是因为人家也不敢找你演少女，也不敢找你演妈妈。我觉得这个圈就是最难的，就是这一点。不论你保养的像怎么年龄，好像 Fiona 看上去可能27、28而已，但是那个现实当中，在那个圈里面，导演也好，监制也好，他们不会看你保养的像27、28。你们到底懂不懂？有一些东西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说实在的，我希望你真的不要介意，因为我会看很多东西。我看到你有时候你的照片化的妆，
我觉得41还这样。每个年龄其实有它该有的一个味道，我没有说你应该装老，不是，可是该有41的成熟的味道，那是你最优胜的东西，你知道吗？去到51有51优秀。真的，我也是跟他同一个意见，因为履历上你就写着41，人家不会回到你27找一个嘛。我不知道其他的说你20岁啊，你真的20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听了，我觉得不好。但是我比较明白，Fiona， 她没有去装嫩，她也没有说，因为她今年41了，我就必须要这样子出来跟人家见面。我觉得她就是活得她自己。他就是最舒服的自己。现在我认为他没有装，他又没有担心，比如说我今年他没有担心我今天41岁我就不能去演什么角色，我必须要演什么角色，他是随遇而安嘛。是对的，我说是对的。当他在演绎，无论是拍个照片、拍个杂志，还是你进入工作里面。不是做人是对的，雅姬姐说，但是你当演员就很难，因为你卡在一个位置上，你就没有工作的，他没有觉得他自己卡在那个位置上，没有是在工作是，你懂吗？在私人是对的，他觉得自己这样舒服就好了。OK， 我要以导演的跟编剧的角度来说。因为现在的戏种很多，不同的戏种、不同的年龄的演员都需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些还是顺其自然吧。今天其实那么多，我们很踊跃的发言，去给你意见，你就慢慢吸收。希望你能在这次过程里面，看看得到一点点东西也好，好不好？反正我希望你开开心心享受整个节目的。你不要介意，你跟我。在同一个年龄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很理解，所以我今天说任何话伤害到你 ，sorry，OK？ 没啊，我真的没有，从我那一段时间没有一件东西，我真的发誓没有一件东西能伤害到我，因为那段时间是最黑暗的。我刚才看见你们每一个人夸，本身是看着我讲，然后你们因为聊得很兴奋，就对着互相讲，然后这个画面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值了。所以首先我真的感谢你们为我的年纪去讨论了那么久，但是我的结论是说，就导演说的对，演员无论我多漂亮或者多年轻，我们是被动的。我现在是怎么面对人生？我觉得第一，做一个特别是女人。你不能只有一份工作。对，我赞同。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我发誓，我真的很感动。希望可以，每个人给我的意见我都拿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它加在一块儿，变成了一个尽量会更好的薛凯琪嘛。嘿。我下来我会觉得那一刻的我跟他们很接近嘛，他们真的有很多的情绪和想法，这非常好，是热血的。有请赵英子。大家好，我係演員趙英子，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出道11年，出演過41部作品。然后我现在以 PPT 的方式给老师介绍一下我真实的自己。各位老师们好，我是迪蜜梦扎赵英子。迪蜜梦扎是网友给我起的外号，哎，我当时立刻就收下了。他们呢来源于迪丽热巴、杨幂、孟子义和古力娜扎，所以我很开心，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我问一问你问题，我没看懂，我是迪蜜梦是什么意思啊？他是那个，就是迪丽热巴、杨幂、孟子义的结合体，就是華明有情咁樣，就四大天王集於一體。那你为什么你自己是赵英子嘛？你干嘛要他4个名字在那？
对，是的，老师，就是当时其实我是看了网友给我的这么一个评论，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哎，所以我就把它用上来了。但是你不觉得是个四不像的一个贬义吗？是损你的吧，对吧？我真的认为他们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所以我就把它转化为这是对我的表扬。那我以后我出来我就是 Spielberg、Lucas、Tarantino 尔冬升这样。太可爱了。对，总之老师你能记住我就好。你觉得你自己跟他们4个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或者超越他们之处呢？我觉得是颜值可能比较有一点，可能网友觉得比较相似，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演技和他们来比，我就跟自己比。对，就是说他样子有一点像。在演技方面不要沾到这4个人，是这个意思。对。不是。脸勇我不介意，演技别来了，不是的，我觉得我告诉你，这个名字不能用的。对呀，你不觉得你这样迪蜜孟佳是戒严的光吗？这个如果改在我身上，迪麦曼佳惠英红，我会很生气，因为我就是我才是成功，我不用像他们。对，我知道，老师收到。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人。那个图是真的摔倒还是真的摔倒？真的摔倒了。真的摔倒在哪摔？为什么摔得那么假呢？是这样，我当时在拍《天衣无缝的杀青》，我大概连拍了是40多个小时。然后我就要去参加红毯嘛。那天北京特别冷，然后我又穿着那个吊带，就整个我就不好了。晕倒的时候，一瞬间就是想去扶，但是又扶不住。请您稍微靠后一点。有什么不舒服吗？来，你为什么外面不加件羽绒啊？他不能加的，以后我不就有经验了吗？今儿个他们让我穿礼服，我说我坚决不穿，我穿的厚厚的，因为我怕再晕倒。我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娱乐圈里面，我们好多时候是避免不了一些负面的新闻的。是的。你是怎么看自己的负面新闻呢？有时候，就是大家对我有误解，原来我其实不太会做真实的自己，我总是端着，然后特别害怕别人说什么。但我现在觉得演员最重要的一定要脸皮厚一点，好演员都是被骂出来的，我觉得。你是听到了端着不好，所以你就我不端着了，我就不是端着不好，只是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的人，然后我非要去营造出那样，演一个那样的人，我自己很难受、很别扭，甚至不自然。你觉得你多方面都很优秀，你有没有缺点呢？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太实在了。我想回到演出方面的，做人方面，我真的我们很难。好，这是我的履历。其实我的事业呢是出道即巅峰，大2的第1部戏呢就是女1号，第3部戏就是当年的收视率第1名。后边的成绩我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超越我出道的成绩了。但是我觉得无论成绩好坏，演技还在。然后给老师看看我演戏的高光时刻。我拍了那么多次电影，你竟然背叛了我，我哪里被他杀了？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早该应验。我希望你死在我前面，都是魔鬼，实在是太孤独了，是不会原谅的。你告诉我有错吗？我有什么错？哎呦，拍了12年的戏，我总结了12个字，就是起点甚高，中间摆烂，现在稀碎。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起起落落，让我更加明确了，我要用演技重新找回那个起点甚高的我。那个振宇哥，我想问一下您觉得香港的那些电影的话，我适合哪类的角色？监制。振宇哥，我觉得
尔导有很多香港电影，那很适合你，很现实的题材，这个人很放得开。尔导那些电影就千万不要演，是另外一个课题。你意思写实片是吧？对，千万不要演。尔导觉得呢？我有机会找你的戏看一下。对，很适合他。对，是的。所以尔导，你多多留意我，谢谢。好，你去准备一下啊。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好，接着請劉耀文，加油！加油！各位老師，你哋好，我係時代少年團劉耀文。我係一個八字新務演員，冇演戲經驗，冇演戲作品，冇系統學習，希望嚟到你都向各位前輩學習。然後我準備了一首粵語歌，叫《初戀》。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默默地去後也從來冇遇，分分鐘都渴望與他相見，在路上碰着一路上幾天，輕快的感覺飄上面，很愛的一個初戀。OK， 好耶，非常好，唱得不錯。我认识他很久，大概3年前的时候，我到他们团里面去见演员。对，你现在才17啊？17岁。那我见你的时候，你才14岁啊？差不多。哇！但是他完全变了。长大了，马上。哇！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感觉还是性格没有怎么变，还是比较内向。小丁他演戏很好啊，所以我现在都很期待他念完表演之后再出来跟他合作。我看你的履历，就是说你唱歌、跳舞都很厉害。那现在你又想演戏，你知道唱歌、跳舞跟演戏是两码事。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去演戏？我觉得因为我们唱歌、跳舞的经验会比较多，然后我觉得表演跟这个上舞台可以稍微通融一下，可能多尝试几次，我觉得进步应该蛮快的。如果有一个戏来找你，给你一个男一，那你能承受外面的风评吗？没事，因为他真的还没演过戏，他是白纸，是最好是白纸，因为白纸是怎么样去画都可以。那如果碰到一个好的伯乐、好的导演，其实他就马上变成一个七七彩彩的。是啊，老师，你真的言行举止很像年轻的吴彦祖，但是你要记住，你像吴彦祖，但是不要去做吴彦祖。明白。发挥你自己学过来的本事，在每一部电影里边发挥你自己耀文本色，就不是阿祖的本色。好的，谢谢老师。希望我们不会让你造成童年阴影在表演方面啊。那你珍惜这个机会了，好不好？好嘞。帅哥啊！有請郭曉婷。大家好，老師好，我係拍戲最緊要開心，貴州著名筆字嘅社嘅郭曉婷。我從6歲開始拍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電視劇，然後這是我的第一部古裝，這個是我18歲生日當天拍的一部戲，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派。我可以在一部戲裡一人分飾2角。這是我的這個 slogan， 就是來無限超越班，站好這班崗。我係郭曉婷，我準備好啦。你看看他的履歷，他是專業全國第一，
因为我跟他合作过，真的吗？我觉得他是非常好，真的，他挺专业的，还有很礼貌。谢谢。哎，小婷啊，我看到你大部分没有当上女一的，对不对？啊，对。如果你在片场发现别的女演员的灯光永远比你好的，你会怎么办？我会专注在自己的表演。因为我去计较那个东西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就是不管是机位层面还是灯光层面，就女一号只有一个，他们一定是优先考虑那个的。那对我来说，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对表演的执着吧。这样就对了，哎。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到内地来之后没有当主角，当配角或者是女二、女三，所以光就不在我身上了，真的不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显示你的本事的时候。因为我是很幸运，我是从一出来就给选做女一号，所以呢，我反而是有点很容易会骄傲，觉得我可能就是我演得好。但其实终于有一次，我就第一次去演配角，戏不多。廖启智演我的男朋友，他是比我还小。他都非常能吸引我，他把所有这个人物、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只是有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都非常能感动我。其实我都看见，观众也看见，导演也看见，监制也看见，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是配角我就放弃，肯定会有人看得见的。有时候男女主角都是长得很帅很漂亮的，男女配角都是戏好的，都是实力的，用实力说话。其实我相信他有这个潜力的，他可以有把握把光拿过来，这就是功力嘛。加油，拜拜，拜拜，继续努力。他虽然年纪很轻，但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也挺欣赏他的。学姐，你来这个节目，因为都是香港的文化嘛，你会说粤语吗？無限超越班。那我想问一下，你小时候的教育的时候，妈妈是不是给你付出了很多心思？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都愿意给孩子最好的。就像现在我们有了这一款潜心研究宝宝营养的君乐宝优萃，我觉得妈妈们就会轻松很多。君乐宝是自有牧场，全程有机可追溯，多重营养全面配方，也可以更好的呵护宝宝。我们这个阶段呢，就要翻拍一些很知名的 IP 嘛。其实都是今天来到这里的前辈演员的一些监制啊，都是在他们艺术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作品。你们选了之后，他们会带领你们完成这个翻拍的。下面我先依次序公布 IP 的角色。宝宝人生大戏高端优萃开启，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未来无限优选时刻。哇，这么多经典 IP， 我每个都想尝试。想选冲上云霄，想和吴镇宇老师合作。想演的是像宫心计还有金枝玉孽那种，每个女孩子应该都会幻想自己当娘娘吧。使徒行者是我最喜欢的港剧，小时候也会看《上海滩》。《鹿鼎记》太牛了，冲上云霄当时非常有印象。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只有11个角色，可能有1位会落选。所以你们要想清楚，尽力去争取。如果我没有被选的话，我会有一点不甘，很懵的一个状态，其实会压力倍增的。我是真的怕之后一个戏都没有演上。开启剧情选择。好，
我们首先开启冲上雲霄的劇組秀節。件事可以咁樣去睇嘅喎，每次飛行某程度上有機會令到某人嘅家庭點解唔開心嘅？來，因为之前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机长的梦，然后之前还想说想去考一个驾驶飞机的证嘛，但是还没到年纪。我是小时候一直想当战斗机飞行员，但是体检失败了。我想得到吴镇宇老师的指导。难选了。這樣吧，我說過會給你一個童年陰影，我就來負責這個成分，好不好？我就選你。謝謝吳鎮宇老師。因為剛好我是無線電視台從地做起來，可能對於學員會有更多的、更好的意見吧。尤其是他們沒學過的人，更容易去讓他去融進表演裡面，一步一步，慢慢來。希望不會帶給你一個噩夢哈。不會的，不會的。我們現在開始《鹿鼎記》。我驚你啊！我驚你唔夠膽咋！就算我再同你打多100次啊，你都會輸俾我。我驚你驚我咋？好，死約會不見不散，死約會不見不散。交給我們的車保羅老師。好，有哪個哥們兒願意參加《鹿鼎記》？我眼镜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有点问题。好吧，那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剧有什么特别？我想跟年轻的这一代的人呢，大家分享经验，还有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个剧呢，很特别，很厉害。你看，20几年前我在里头只不过演一个小的角色，叫半头驼。20几年后的今天，我走在哪条街哪条巷子，很多人哎，这个不是什么什么，成功了，对不对？里边有个皇上，有个小宝，那2个是主角。如果谁有份参与这个演出的话呢，他比我更厉害。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你。第3，我还有很多秘密的武器。那你们有谁愿意跟我这个小老头一块玩？我愿意。哎，好。好，车保罗老师说完那番话之后，然后我举手了嘛。我觉得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一些大家可能不愿意去、怕尝试的东西，那就来试试嘛，对吧？我找到一个 number one， so who is the number two？ 那反过来说了，我很想听一下，你为什么不选？这个问题好。因为《鹿鼎记》太牛了。哎，好。说了真心话出来，所以没敢碰。真心话，而且演韦小宝的演员又很熟，陈小春春哥很熟，所以就是更不敢碰的一个原因。哎，不过你想一想哦，《鹿鼎记》在电视台里是每10年就变一个版本，又找一个新的演员去做那个版本，哎，越演越火啊！谁都想看《鹿鼎记》啊，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呢？
但最火的还是第一版呀。对了，我们先别管谁做皇上谁做小宝，你愿不愿意参加我的团队？老师，我有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因为我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可以让导师们看到我的更多可能性嘛，这是我来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希望先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其实我要插嘴，因为我们刚刚希望你们能争取经验，就是你们现在你想的多了，因为你有心目中那一个角色，你不一定选得到，但是要争取。越比较之前那个演员，你不更有机会吗？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的嘛，你不需要跟他们比较。我们之前说过了，所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你要马上要回复，你自己决定，没有勉强的。你决定之后，你自己承担你自己的后果嘛，每个人都要这样的，对不对？接还是不接？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问你了，你要马上要回复，接还是不接？Sorry， 我还想坚持一下我的第一选择，对不起老师。Sorry， 尊重你的决定，请坐。好，请过来，欢迎加入我的团队啊！好，现在是宮心計劇組選角。即係話，如果我肯力正德妃係無辜，係李妃佢拆裝嫁禍。你哋就會俾我掌管上公局。冇錯，原來你哋真係想設計誣陷本宮。飛燕你放肆！老师好。不管是姚金玲还是钱飞燕，他们俩其实都是反派嘛。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演戏的话，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去体验。对，主要是因为我特别想演一次反派。今天早上你问我，就是我入行18年有什么没试过，就是反派。女生跟女生的戏，我特别爱看，因为我本身觉得女生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部。就觉得我对这种后宫的戏比较拿手，我会比较擅长一点，老师。对不起，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你最拿手是反派，那我觉得有时候机会应该是给一些希望能够转型而没有机会的。OK， 我已经有答案了。海琪，两位。感谢你，感谢，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們現在開始使徒行者的。鄧小姐，你同我聽住，唔會俾你有事，全部死過，我同你負責。他身上那股亦正亦邪的东西，我身上都有。卧底是有两面性的，然后其次就是他是一个火爆的性格嘛，我也是。还有就是各位监制说我平时太嘻嘻哈哈了，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让各位监制看到我冷的一面。
刚才你拒绝了钟保罗，你说你心中已经定了是报 C 是我的首选，是。这么厉害，我就要你。谢云哥，丁姐呢？谁有兴趣？我调动情绪和信念感也是蛮强的，我希望能把这个角色挑战成功。真的很爱这部戏，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我都很爱，包括您演的方黑哥。哦，谢谢。我选你，你过来。谢谢。对不起啊。没事。上海滩的选角。看看。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看过发过演过的电视剧没有？没看过。对，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他是非常有气场的一个角色，我平时没什么气场，对，所以蛮想挑战这种当大哥的感觉。柯宇，就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大哥，其实他不单只是个大哥，从一个小人物吧，经历呢跟他那个遭遇呢，就是许文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还有非常深沉的。我看你的外形呢和你的表现呢，我觉得你是可以捉捏得很好的，可以发挥出来的。谢谢老师。女生来争取了要。因为我本来就是上海人，然后我又有很强的民国情节，我就很想演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去文文弱弱，但是心里特别有劲儿的一个角色。里边也有很多感情纠结的一些戏，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把握。我在选择黑衣服那位。谢谢谢谢。按照这个外形来说，我觉得黑衣服这个同学更符合赵雅芝的气质。对不起啊。没事。就是我是一个不撞南墙不死心的人，所以我就每一个我都站起来。那金枝玉孽的剧组选择，张可颐、鄧萃雯，金枝玉葉。你想表明清白啊嘛？畫花你自己塊面啦！忐忑呀，非常忐忑。我总觉得我要最后去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戏跟我之前演的一个角色比较像，感情全白费了的时候，他是懂得保护自己而已。对。那我也很开心哦。其实你对玉颖这个角色了解也非常深，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就已经有一个人物，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那个就是。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有一个人物我是非常想合作一下的，那个就是韩雪。其实我也觉得找一个跟黎姿真人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我想看看你的演绎的出来的味道，看你愿不愿意就是加入我们这个剧去尝试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好。觉得首先还是成全
我们的其他年轻的演员。我们今天来这个节目，更多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去找到他们适合的角色。因为我一直都有留意他，然后我有看过他一些作品，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次我就特别想跟他合作。其实我有个决定还是蛮坚持的，很想韩学来试一试，真的。虽然你说应该给机会年轻的，但是我是从一个精彩的表演去出发，所以呢，我希望参加我们的这一组。好，谢谢。好吗？可以。其实我跟郑秀文老师也很想跟你合作一下，对，我们一起明玩一玩。白。后来又反复强调想让我去的时候，我就猜到他们也许希望找一个演员，就是可能在演戏上面，他的那个平衡感会比较好。现在我们有个组是还缺人的，韦小宝，饱了，欢迎光临。行了。那各位演员，你们就跟你们那组的前面演员去看剧本啊什么的，大家马上尽快准备了，好吧？好。看一下，我 PD 在。你突然觉得，我真的很差吗？就大家都不选我，我有那么差吗？我怎么了？我到底？但是我绷住了，我不能哭。哎，加油！没事，加油！就每次特别想选，但总是选不上。没事，才第一期呢。我们要加油嘛，对吧？但是凯琪姐姐一来安慰我啊，我瞬间就被感动了。我知道你肯定很。每一个角色我都想去挑战，因为我觉得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去争取。可是我发现，没有人给你机会，特别难过。我们现在开始《宫心计》，使独行者的剧组选角，上海滩的选角，金枝玉孽。我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表达不好。但是我承认，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我的心很好，可是我不会讲话，我很吃亏。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翻拍一个知名的 IP。你过，要把自己憋红，不好看。跟你讲了很多遍，用心去演。你的内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太干扰演戏了。他不是演员啊。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开启无限超越版微博番外玩法，多种定制发博、助力热舞、实况热聊、点评等不定时派送。来微博一起开启港剧记忆。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首席娱乐文物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百家号、网易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华网、天翼超高清对节目的大力支持。3亿3亿可以看无限，上百度搜索无限超越班，观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搜无限超越班，和答主热聊节目话题。来一刻搜无限超越班首4+6，领无限空间。一个片段下来，我觉得无懈可击，我给你一个红卡。郑老师，别说出去，别说出去。欢迎来到无限超越班。老师你好。我们先对对开始。这是表情。3、2、1，
哎呦，扎着自己，让我跟那个谁吵一架。哦，天哪，这段单独发我，我已经懵掉了。你们就搞这些玩意儿。谁在把我接回去？这你说，他跟尔导谁更帅一点？接受姐弟恋吗？你现在有腹肌了吗？要亮吗？啊？热爱。无厘头，百变，我真的很感动，都不是问题。加油！接下来问你比较敏感的问题了。这段别掐，一定要播出去。